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市场都在疯 AI， 所有人都在期待半导体股能继续带着大盘冲破云霄。但如果你现在还在无脑追高，可能已经踏入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区域。野村证券发布了一份震撼市场的量化研究报告，这份报告的核心观点非常直接且冷酷， AI 的动能已经在7月正式撞墙，而一场规模巨大的法人换仓潮正悄悄启动。最引人注目的是，野村证券抛出了一个绝大多数投资人听都没听过的策略 TACO 交易。当散户还在纠结辉达或台积电何时反弹时，真正的聪明钱已经开始布局中东风险降温后的反转机会，以及日本银行股的价值重估。如果野村的量化模型判断正确，那么现在市场上的许多交易逻辑可能在未来2周内被彻底改写。华瑞认为，这不仅仅是一次技术性的回档，而是市场流动性与地缘政治预期发生了根本性的移转。野村证券量化分析师在报告中明确指出， AI 动能交易在7月份面临3大阻碍，短时间内难以出现真正的复苏。野村预期，在7月底美国超大规模云端服务商发布财报之前，市场会处于一个动能真空期。在这段真空期内，野村认为投资人应该放弃对 AI 的执念，转向关注3个新的战场。第一，是针对中东局势正常化而设计的 TACO 交易。第二，是受益于日元利率上升预期的银行股补涨。第三，则是日本政府可能强制退休金基金增持国内资产所带来的日元反转契机。野村证券之所以对 AI 动能感到悲观，主要拆解出3个逻辑支柱。首先是事件溢价的错置。野村分析了美国标普500选项市场的数据，发现投资人目前对7月底云端巨头财报的关注度远远超过了本周即将公布的经济指标或半导体公司的财报。这意味着在这些关键财报出炉前，大资金会选择观望， AI 动能因子将持续低迷。其次是技术面的选择权偏斜。野村指出，高科技股的选择权偏斜虽然从低点回升，但仍低于 5% 的反软运值，这说明投资人对科技股的避险情绪并未完全释放，仓位调整的压力依然存在。第3个证据则来自亚洲市场的连锁反应。野村观察到南韩股市的杠杆 ETF 规模虽然从500亿美元回落，但仍维持在300亿美元以上。这些杠杆产品产生的再平衡需求，迫使造市者不断进行对冲交易，进而推升了整体的市场波动。除了 AI 动能放缓，野村报告揭露3个被市场忽略的讯号。第一是中东风险下的 TACO 交易，市场压住川普可能促成局势降温，使受出突打击的股票出现逢低买入机会。受伊朗冲突影响的受害股与受益股利差已收窄5个百分点，显示超跌民生消费与内需股具备反弹潜力。第二是日本银行股的利率补涨。过去 AI 热潮吸走资金，银行股落后利率走势，随着 AI 热度降温，日本银行股可能迎来补涨行情。第三是 GPIF 投资方向变化。日本政府希望养老基金增加国内金融资产配置，虽执行难度高，但若政策持续推动，可能带来日元买盘。量化面上，野村指出，日经225的 Gamma Flip Line 位于69000点，若未突破， CTA 与法人买盘仍有限。同时 VIX 期货投机客自2025年5月后首次转为净多头，显示市场进入防御与风格转换阶段，而非全面崩盘。野村认为，投资人应重新检视 AI 权重，关注被战争误伤但基本面改善的内需股。市场焦点可能正从 AI 转向价值与防御型资产。华瑞认为，当日元汇率预期不再进一步走弱时，这些内需股的风险回报比将变得非常有吸引力。目前市场对内需股的上修因子完全忽视，这正是布局低点的好机会。其次，关注日本银行股。如果 AI 动能持续回落，原本卡在科技股的资金会流向能受益于升息环境的银行板块，这不是短线套利，而是市场对利率环境的重新定价。最后，要盯紧日元汇率与 GPIF 的政策动向。虽然市场普遍认为 GPIF 难以大幅变动配置，但野村也提醒，如果政府给出具体的配置目标，日元可能会出现超预期的强势升值。华瑞认为，对于投资者来说，目前的关键观察指标不是联准会何时降息，而是日本资金何时班师回潮。总结来说，野村证券这份报告为我们揭露了一个隐藏在 AI 狂热背后的真实市场面貌。7月是一个量化的转折点，
AI 动能正在歇息，等待月底财报的审判，而地缘政治与政策干预的博弈正在催生出 TACO 交易与内需股的补涨机会。华瑞认为，当前的市场不再是买入并持有那么简单，而是一场关于流动性、利率与地缘政治的精准。你需要的不是更快的处理器，而是更清晰的避险逻辑。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